我叫宋燕，我只是开了一家包子店。我已经到楼下了。结果上班族全迟到。哎，前面的，吃完赶紧让开啊，后边还排着呢。半个月前，我死都不肯继承家里包子铺。丁，宿主厨艺评级 A 减，奖励御厨面点传承。直到我激活了厨神系统。爸，这么好的黄金地段，你干点啥不好？为啥就非跟包子过不去呢？就是，要不让我哥开个火锅店吧，这样爸妈你们就不用早起了，我每天放学还能帮忙。帮忙吃火锅是吧？咱家卖剩下的包子，咋不见你帮忙解决？妈，我从小学起就天天早上吃包子，现在都过去8年了，你知道我这8年都是怎么过的吗？当年我就是为了躲包子才报外省大学，结果专业滑塔，工作也丢了。儿子，当年你嫌弃咱家的早餐铺子小，不肯继承家业，现在咱家的早餐店可是有整整500平，刚好你现在也没工作了，跟爹学包包子吧。说好的拆二代呢？我大学4年归来，仍是早点师傅。怎么样，儿子，快进来看看，这可都是朕为你打下的江山。不错，就是这个手感。妈，宋燕又捏我脸。恭喜宋叶激活厨神系统，系统载入中。你刚才听见什么声音没有？还想忽悠我？看拳！宿主宋叶主线成为主厨。我操！宋燕，你不会是傻了吧？我可没打你头啊！拿来吧你！宋燕，你又骗我！妈，咱们晚上去哪儿吃饭啊？东华街新开了一家自助火锅店，要不咱们去尝尝？不行，前天刚吃火锅，今天吃点清淡的。可是前天我哥没在家，集体活动应该给我哥补上，让他感受一下家的温暖。集体活动是该重视。为了弥补我前天不在，今晚咱们包包子吧。我刚好向爸请教一下灌汤包的做法。好，爸现在就去准备，咱们晚上就吃灌汤包。儿子啊，灌汤包爸的确会做，但做出来的成品和我以前吃过的差很多，中间步骤可能有些问题。我先做一遍给你看看，要是你觉得哪里不对，也可以跟我说说。爸，你放心大胆的做，翻车了也无所谓，大不了让小小多吃点。那行，今天就让你见识一见你爹我的真功夫。我倒要看看你要干什么。儿子，看好了，第一步，和面。用揉面机，好一个真功夫。不过500平的店手揉确实要费腰。面和好了要醒发半个小时，趁着这个时间，咱们来调馅儿。灌汤包的精髓就在这皮冻上，皮冻做不好，汤就灌不进去。这一步最关键，油一定要刮干净，不然皮冻浑浊，吃起来腻口。切成细丝，加清水、葱姜上锅蒸2个小时，不是煮，是蒸。为啥？煮的话不是更快吗？蒸出来的汤汁清澈，煮出来的容易浑。反正教我的人是这么说的。面团制作存在明显问题，毫无技术含量且未醒好的面团。儿子，你看这面揉的怎么样？我感觉已经不比我的水平差了。没问题。不过蒸猪皮还有一段时间，我也和上一份面吧，刚好熟悉一下流程。儿子，你这是手揉的才有灵魂。面团制作存在问题，醒发后勉强可用的面团。儿子，你这面揉的不错啊，感觉比揉面机做出来的都强。发面熟练加80。儿子，你还是放过小小吧，他真的吃不下这么多。没事儿，今天吃不完可以留给明天，明天吃不完可以留给后天。我看小小的脸都没之前那么圆了，咱们应该重新唤醒他对包子的热爱。皮冻凉凉切丁，猪肉剁馅，加入葱姜水、盐糖、生抽、老抽、料酒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打上劲儿，然后加入皮冻丁，搅拌均匀，放冰箱冷藏半个小时，让馅料稍微定型。冷藏是为啥？好包，不冷藏的话馅儿太稀，包不住。
灌汤包的皮和普通包子不一样，要擀成中间厚、边缘薄，但不能太薄，太薄容易破，也不能太厚，太厚影响口感，反正得找感觉。一张勉强可用的灌汤包皮，边缘厚薄不均，中间过厚。一份失败的灌汤包胚，收口不严，褶子数量不均，极易破裂。爸，接下来我来包吧。一份失败的灌包胚，收口不严，褶子数量不均。儿子，你这手艺可以啊，比爸当年强多了。我第一次包的时候，那褶子歪得跟蚯蚓爬似的。造型熟练加1，造型熟练加2，造型熟练加3。技能造型提升至中级，获得刚刚合格的灌汤包胚。这次包得好啊！我就说你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白暗天才，这才过了多久，进步速度这么快？行了爸，别夸了，上笼蒸吧。爸，灌汤包要蒸多久？8分钟，多1盅都不行，时间长了皮容易破，汤容易浑。灌汤包配姜醋，解腻提鲜。等会儿吃的时候小心点儿，别烫着。灌汤包 C 级普通美食。来来来，趁热吃，小心烫。先开窗后喝汤。好吃，真好吃。支线2，帮父亲制作出合格的灌汤包，未完成。爸，你尝的这个和当年教你做灌汤包的那位师傅做的比起来，差多少？儿子，你做的很好了，但是和我当年吃过的比起来，还是不合格。不过主要是我的问题，方子可能不够完善。看来系统判定的合格至少要达到 B 级，C 级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得先把宋潇潇的支线任务做了，拿到练习厅奖励去升级技能。爸，你别告诉我这些包子又是给咱家准备的晚饭。以后你就跟哥混，放心，将来有哥一碗饭吃，就有你一个包子。宋燕，你刚回来就欺负小小是吧？都怪我哥，你别以为再塞一个就能收买我。这灌汤包味道确实不错。我就是饿了，不是想吃包子。我就是尝尝。小小还吃不？袋子里还有。吃。那你重新爱上吃包子没？才没有。丁，任务已完成，奖励练习室12小时已发放，请宿主自行查看。开启练习室，选择技能发面。欢迎进入练习厅，练习流速为24:1，获得专注 buff 与无限体力 buff， 食材口感手感与真实一致。12个小时，开始干熟练电。发面熟练加100，发面熟练加100，发面中级7801。
没事儿，再过几天你就开学了，吃不完你可以兜着走。宋烨，你是不是我亲哥？如假包换，我看你昨天吃的挺香。再好吃的包子，连着吃也会腻的。你能不能不要毁了我对灌汤包刚升起的好感？嚯，儿子，这都是你一上午揉的，这面醒的真好，光泽和弹性比你昨天强多了。宋妍，妈，怎么了？那个盆是用来卤肉的，还有灶台这个砂锅是煲汤的。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，能用的盆全被你占了。啊，妈，疼，轻点，我马上收拾。厨房里能用的盆全被你拿来醒面，中午我们怎么做饭？天天吃包子也挺好，反正儿子手艺好，我不腻。你给我闭嘴，都是你惯的。儿子啊，后天咱们早餐店就开业了，你这手艺一天一个样，主厨位置我交给你了。丁，主线任务继承家业已完成，奖励随机面点传承已发放，主线任务更新完毕。爸，我先去个厕所。主线任务开业大吉，在开业当天，凭借亲手制作的美食，成为至少10名顾客心中的 No.1 早餐店，每日人气引流加100，持续1周，奖励练习室24小时。C 级的灌汤包只是普通美食，想拿 No.1 至少得有 B 级点心压轴，只能看这个了。D 传承载入中，时间1963年，地点德生楼，开始穿梭。小五，你愣着干啥？只要咱们被秦师傅选了当徒弟，你以后想看多久看多久。特殊人物秦淮人，德生楼白案主厨，师从清末御厨传人，技能未知。完了，我以为最多来5、6个人，结果来这么多。俺爹说了，德生楼这回只招2个人。那个，你叫什么呀？你咋了？睡迷糊了？俺是郑工程啊，跟你一个院的。你们应该都知道，这次是因为饭店人手不够，我才破例招学徒。我需要的是能直接上手帮忙的人，不是来学吃饭的。所以这次考核分3部分。第一，肠胃，当厨子的舌头必须好使。有现在想走的吗？行，那就开始。第一项，肠胃，叫到名字的留下，其他人去走廊等着。郑工程，咋样？俺也不知道，俺问秦师傅，刀工好，但不会发面，能不能特招？秦师傅没搭理俺。宋小武，进来。拌萝卜丝 B 级未放盐。这4盘萝卜丝，你挨个尝，尝完之后告诉我哪一盘和另外3盘不一样。这盘没放盐。你没尝？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没放盐？闻出来的。放了盐的萝卜丝会杀出一点水分，味道偏清甜。没放盐的就是纯粹的萝卜味，带点生涩。再来，这4盘跟刚才一样，看你能不能闻出来。拌白菜心 B 级未使用蒜木提味。其他3盘都能闻到淡淡的蒜末味，这盘没有。
记上肠胃这一项特优。出去等着吧，等所有人考完进行下一项。咋样咋样？过了。念到名字的留下，准备下一项测试。李建设、王玉带、宋小武、郑功成，其他人散了吧。俺真的过了。过了，走吧，下一项。第二项刀工，每人切一个土豆，切成丝，越细越好，越均匀越好。谁先？我先来。行了，下一项。第三项发面，每人半斤面，合成做包子用的面团。小五，你刚才那个是怎么揉的？俺咋揉不出来呢？你是第一次发面？是的，面粉金贵，以前没试过。看着宋小武揉的，抄作业倒是会抄，可惜手跟不上脑子。你们两个先回去吧。知道为什么留你们两个吗？因为我们两个，一个有刀工，一个会发面。对了一半。那俩人刀工一般，发面也一般，当个普通帮工都得学，当徒弟不够格。你这手刀工是下过苦功夫的，你发的面应付普通便点足够了。而且你这鼻子，我干了25年厨子，头一回见。你们俩刚好互补，但后厨这行短板不补，永远别想往上走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两个就是搭档，谁要是偷懒拖后腿，我一起收拾。老周，过来领人。就这俩，就这俩。那个黑小子刀工好，直接使唤；白净的发面好，先跟着我。小子，跟我来。去吧。今儿个客人多，包子不够卖。你既然发面好，就帮我包包子。先让我看看你包的怎么样。水晶虾饺 A 加级。A 加级，我做的灌汤包才 C 级，老爹做的更只是 D 级，这虾饺简直是神技。看够了。秦师傅，您这虾饺也太厉害了吧？怎么没见过？皮要薄而不破，透而不粘，蒸出后能见现色且皮不塌。想学？水晶虾饺的皮用成面做，成面无筋，水温揉面擀皮差一点都不行。没基本功想学这个，做梦。那我练到什么程度才能学？你发面有天赋，但还差点火候，造型也有基础，不过离水晶虾饺还远。什么时候刀工能用，造型过关，我先教你制皮，调味和火候补不上，条线蒸制你就别想碰。没问题。手腕别僵，左手往后退，先求匀，再求快。刀工熟练路升级至中级，发面熟练路升级至高级。
造型熟练路升级至中级。看够了，这2个月你刀工练得怎么样了？能用了。炒个蛋炒饭，食材钱从我的补贴里扣。平平无奇的蛋炒饭 D 级。调味和火候都还差点。我知道，平时没太多机会上手。不过发面这一项你足够格了，刀工和造型也已经能用。从今天开始，正式跟我学水晶虾饺吧。真的？先教你制皮和造型，调馅和火候以后再说。来，看着。2个月了，终于可以开始了。等学会这个，我一定要回去好好睡个懒觉。水晶虾饺的皮用的是成面，也就是小麦淀粉。记住，一定要用滚开的水，水温不够，面皮就裂。揉的时候要快，趁热揉，凉了就揉不动了。揉到这种程度，表面没有颗粒感就可以了。普通包子皮要中间厚边缘薄，但虾饺皮要均匀的薄，因为成面没有韧性，中间厚了，蒸出来发白不透亮。包的时候褶子要细要密，但不要太多，一般9个褶到12个褶就够了。记住了？眼睛记住了，但是手还没记住。那这2天先继续看，下周开始正式让你动手。尝尝。师傅，这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这笼虾饺的材料是我掏钱买的，请你吃还不乐意了？好吃，太好吃了。俺就是路过，你们继续。站住！行了，你小子也过来尝尝。这也太好看了！我这辈子要是能做出来这样的食物，死也值了。吃吧，别看了。好吃，太好吃了。行了，一人一个，尝尝味儿就得了。这玩意儿成本高，不可能让你们敞开了吃。开水，快揉，皮要薄，褶子角度应该……小五魔怔了，人家这叫废寝忘食，你小子要是能有这劲头，早就能上灶了。合一块成面给我看看。还行，水温掌握的不错，揉的力道也够，就是揉的时间短了点，再揉50下。行了，擀皮吧。太薄，力道没控制好。力道轻了，而且你转皮的速度不均匀，还得再练。手抖什么？稳着点。
馅少放点，贪多嚼不烂。再来。造型技能升级至高级。行了，练了这么久，该试试真东西了。水晶虾饺 A 减成了，我成了，确实成了，比我当年学得快。回来了，德胜楼4个多月的学徒生活，现实中竟然只过去了一瞬间。发面和造型都到了高级，老爸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白暗天才。你整天忽悠儿子是白暗天才，搞得宋燕现在天天练发面，都魔怔了。以后谎言戳破了，看你怎么收场。跟我比起来，咱儿子就是天才。反正我觉得他不比我哥宋建刚差。你原本工程师干得好好的，非要开什么早餐店。当年就因为天赋差，你爸从小就偏心宋建功。我就是不服气。宋建功心思根本在正道上，爸这辈子为了德胜楼也魔怔了，把希望全压在宋建功身上。我借出去的50万，现在都没见回头钱。爸妈，我哥疯了！爸妈，我哥疯了！宋燕，赶紧松开！整天就知道胡闹。你们快去看，我哥把馅都调好放冰箱了，厨房里又发了一大盆面。妈，我状告宋潇潇偷吃冰淇淋，他今天已经准备吃第4个了。宋燕，不许再进厨房。宋小小，不许再开冰箱。妈，面都发了，馅儿也调好了，就让我做完这最后一次吧。爸，你拍什么呢？记录一下，等咱家灌汤包火了，这条视频可以做宣传。优秀的面团，面积延展性极佳。1、2、3，天哪，18个褶！难不成我儿子真是天才？老宋，你这手艺什么时候教他的？可能他刚才在厕所里真的悟到了吧。妈，我饿。不是刚吃了一根冰淇淋吗？那能一样吗？冰淇淋是凉的，包子是热的，胃是分开装的。8分钟了没？到了没？应该到了吧？还有30秒。29、28、27。爸，你别数了，我紧张。你紧张什么？又不是你蒸的。我紧张能不能吃上啊？3、2、1，时间到，儿子，开，快开！《
烫，但是好香。好吃，太好吃了。儿子，你真的是天才，百年难得一遇的那种。支线任务送件页的新节已完成，奖励练习生24小时已发放，请宿主自行查看。皇后娘娘，不妨将我一并赦免了吧，我可以负责给我哥拿饮料。滚！冰箱里那盒冰淇淋，我还没拆封就没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是谁干的。对了，小小快开学了是吧？道德实践手册做完了没？明天开始把你那做家务、拍照、写感言的手册做完，让你哥给你拍照。妈，咱们搬家我不是转学了吗？新学校没这作业。妈，再尝尝我的手艺。学学你哥，不要一天天的光想着偷吃，必须做，让你哥监督你。宁晨，我哥绝对是个硬臣，我那该死的经理不会是被我哥请来吸我运气的吧？顾晨燕的双刀在牛身上飞速切割，一块块新鲜的牛肉直接从牛身上剥离下来。很快，老黄牛便只剩下一副骨架。哥，咱爸咱妈忙新店的事儿不回来吃，我们中午吃灌汤包吗？冰箱里不是有昨天包好的包胚吗？你自己蒸不就行了？我蒸了，但是没有你做的好吃。冰箱里的包子跟昨晚的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，我好不容易才吃完一笼，你再做点新鲜的呗。边儿去。哥，亲哥。亲哥也不行。老黄牛只剩下一副骨架和牛头，然而肉身被毁的老。打住！灌汤包别想了，冰箱里的吃不完就做新的，妈回来得抽死咱俩。不过下午我去买点食材，给你做点别的，应该比昨天的灌汤包好吃那么一点点。我明白，哥，你切黄牛的事儿，我保证烂在肚子里，绝不说出去。哟，小小，孙大爷，这是我哥，孙大爷，我跟您说过的。哦，就是你那个包包子很厉害的哥哥，中午给我送的灌汤包就是他的手艺吧？不对，孙大爷您记错了，中午我给您送的是我爸包的，我哥的手艺比我爸强多了。嘿，年纪大了，呵呵。你们店明天早上开业是吧？对，就在东门外面那排商铺，挨着写字楼那边。好，明天我去捧场，尝尝你这手艺。你送出去多少？啊，没多少。没多少是多少？也就5、6、7、8笼。你把咱爸包的试验品送人，不怕坏了咱家口碑吗？怎么可能？我机智的一批，送的时候专门说了这是我爸做的试验品，让他们尝味提意见。然后我狠狠吹了一波你的厨艺，说你才是主厨，水平比爸强100倍，让他们开业一定来尝尝。水平比爸强100倍。对了哥，咱们晚上吃啥？水晶虾饺。哇，听名字就知道好吃。我说小兄弟，你是要买青虾？对，不过你这些大多都不怎么新鲜。你看看，这都活蹦乱跳的，怎么不新鲜了？家常用足够了，你到底要做啥菜？我哥要做水晶虾饺。水晶虾饺？我年轻时在广州陶陶园吃过，那味道皮薄的透明，一口咬下去，鲜的能把舌头吞下去。可惜后来在别处再没吃过那个味儿了。那玩意儿可不简单，光是成皮，没几年功夫干不出来。我哥肯定没问题。行吧，实话说，这些虾是昨天下午到的，做虾饺确实差了点儿。我每天早上6点有新鲜货到。明天？可我晚上就想吃。明天新鲜的到货，你可以送去我们店里。你们店？小区东门外的送记早餐店，
明天开业，你送虾过来，我现场挑完给你做一份尝尝。21块。行，明天一早我给你送去。我叫王大发。送腰，宋师傅，明天见。哥，为啥白送他一笼虾点，多出来给我吃不好吗？王大发是卖水产的，接触人多，他要是觉得好吃，帮咱们宣传，效果极好。而且以后咱家要用最新鲜的虾，他每天送货上门，不是血赚？哥，你好阴险啊！这叫营销。丁，触发支线任务，王大发的心愿，用美食征服王大发，让他将宋记早餐店作为心中第一食堂。奖励：随机菜品传承。火候经验值还差1000多突破，用24小时练习厅刷它最划算。还差700多到高级，不过对火候的掌控确实提升了不少。哼，哥，你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你嘎在里面了，敲门喊你半天你也不答应。我昨晚没睡好，刚才上厕所靠着墙睡着了。你靠墙睡了1个多小时，我叫你你都没听见。睡得太死了，几位同志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让你们白跑一趟。要不我给你们蒸一笼水晶虾饺尝尝，很快的。不用了，我们还有任务，人没事就行。下次注意，别让家里人担心。明天早上我们店在小区东门外开业，叫宋记早餐店。几位方便的话，过来吃早饭，我请客。哥，你快点，虾都快不新鲜了。放心，半小时开饭。水晶虾饺 B 级。好吃！哥，你这个比灌汤包好吃多了。我宣布，水晶虾饺以后就是我的第1名。儿子啊，晚饭吃了没？我给你带了烤全鸭。妈，你快来尝尝，哥做的水晶虾饺可好吃了。我和你妈在外面都吃饱了，小小你吃烤全鸭不？老婆，你不是吃饱了吗？你自己尝尝。儿子，你这手艺什么时候学的？网上看教程，自己琢磨琢磨就悟了。对了，爸妈，这个水晶虾饺我准备放咱们店里的菜单上，食材都和水产店老板约好了。行了，你昨天没休息够，今天早点休息，明天4点半就要起床，别到时候起不来。小小，把这些碗筷锅瓢洗干净，把垃圾倒了再睡。你终于醒啦！你在哪儿？店里啊，咱爸妈3点多就起来了，我被吵醒去上厕所，结果被当壮丁抓过来了。那你被抓，怪我干嘛？怎么不怪你？谁让你水晶虾饺做那么好吃？我吃多了老想喝水，水喝多了尿急才起床的。哥，你快陪我睡边时间。我给你赔个蛋。我就想要一笼灌汤包。儿子啊，来了，咱家灌汤包发面我没敢动，怕给你弄坏了。不过馅料我已经放冰箱冻好了，还没调味儿，你自己看着弄。爸，你们这要包多少种馅儿啊？怎么这么多盆？猪肉大葱、猪肉韭菜、猪肉香菇、猪肉芹菜、羊肉胡萝卜、香菇青菜、韭菜鸡蛋、豆腐粉条。
你属狗的？属兔的。咱家啥包子我没吃过，闭着眼我都能闻出这些味道。妈，你们整这么多馅儿干嘛？卖得完吗？附近那些24小时便利店都有5种馅儿，咱们专门卖包子的，还能让他们比下去不成？主线任务：开业当天必须成为至少10名食客心目中第一的早餐店。便利店和同行都在抢上班族，只靠普通的 B 级灌汤包，想在开业首日拿到10个第一的评价，难度不小。距离高级还差675熟练量，必须在开业前把火候冲到高级，这样灌汤包和虾饺的品质才能更稳。制作出灌汤包 B 级，火候熟练加70，火候熟练加120，火候上去了，包子品质果然能突破到 B 级。卖鱼的王老板来了。小宋师傅，你快看看我这批虾怎么样？够新鲜吧？王老板，这批虾的品质确实好，比昨天的强多了。那可不，这些是今早刚卸的货，最好的那一批我全给你拉来了。给我来50斤。嚯，够爽快！50斤，1斤42，一共2100块。小肖，把推车推出来。王老板，来都来了，店里坐坐吧。我现在就做，一会儿你尝尝味道。这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正想请您这位懂行的老陶帮我验验货呢。宋潇潇，推进后厨，先放水池里，别开氧碰。明白。王老板坐，想喝点啥？豆浆还是茶？豆浆吧，自己家磨的。对，我妈早上现磨的。宋潇潇，给王老板倒杯豆浆。来啦！王老板稍等，我进去准备，一会儿就好。系统提示：一份调味优秀的虾饺馅，盐糖比例适中，鲜味突出。系统提示：制作出 B 级。小小，这笼灌汤包端出去，给王老板尝尝。王老板，我哥让您先垫垫肚子，虾饺得等一会儿，现包的才好吃。这水平，我吃过的那些老字号灌汤包也就这样了。那是，我哥手艺可好了，一会儿的虾饺更好吃。系统提示：水晶虾饺为 A 级，靠着优秀的食材，勉强将品级提升到 A 级，居然真的做出来了！王老板，尝尝。小宋师傅，你这手艺搁广州那些老字号里也能站住脚，这手艺是家传的吧？能否有幸品尝一下令尊的手艺？当然可以，我爸包的普通包子2块5一个，性价比极高。您一会儿可以打包几个尝尝。好，我一会儿打包几个带回去，提前祝你们生意兴隆。不行，38一笼卖亏了。之前的虾饺没这么好吃，这个味道明显高一家。等着，我现在就出去改价格标签。妈，您别急，这几笼是我特意挑出来的生猛鲜虾做的，剩下的虾做出来没这个水准。也就是说，高质量的每天数量有限。对，一天顶多做4、5笼。那好办，明天起最高品质的虾饺现勾，一笼3个卖58。普通消费满100才送1个，58。大饭店卖88呢，
咱儿子手艺不比他们差，58贵吗？妈，咱家店没您得散。我说你们人咋还没下来呢？懒驴上磨屎尿多。说好今儿晨跑10公里，这会儿愣是没见到一个人。老孙，你别催，我正刷牙呢，马上。我昨儿晚上追剧到2点，能起来就不错了。你们先跑。追？就你那老胳膊老腿，跑2步就喘，你追谁呀你？孙爷爷您好，欢迎光临。我推荐您品尝一下我哥做的水晶虾饺，真的贼香，还有灌包也不错。小小啊，孙爷爷一会儿还要晨跑呢，这空腹……孙大爷，尝尝吧。嚯，王老板，他家的水晶虾饺是真地道，不比广东老字号差。你这个老吃家都这么说，那成，给我来份水晶虾饺。孙爷爷，您快尝尝，超好吃。哈，孙爷爷，您没事吧？要不凉凉再吃。呼，舒服。小小，再给我上2笼虾饺，灌汤包也来1笼。好你个孙大成，天天在群里催我们跑步，自己倒是搁这儿享受上了。浓眉大眼的孙大成也背叛革命了，群众里面有坏人呐。小小，给这几个老哥一人上1笼水晶虾饺，算我的。好嘞。哼，你就拿这个考验干部？哪个干部经不起这考验？老李，说好的一起讨伐老孙呢，你这就屈服了？看什么看？我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，不行吗？老曹，10公里还跑不？这还跑个屁！吃饱了回家补觉。妈，你招聘服务员没？找了2个，附近的长班族基本都是8点到9点上班，我让他们7点到，加上我和小小，人手够用了。老板，先来1笼水晶虾饺，2笼灌汤包。灌汤包小心烫，先开窗后喝汤。怎么样，陈组长？值。老板，来2笼灌汤包。1笼灌汤包，1笼虾饺。陈组长，怎么说？贵有贵的道理，趁着现在开业打折，你们可以多买一些尝尝。老板，再加1笼虾饺，给我也来1笼。哎，组长，吃1笼，终于放这虾饺是真的绝，感觉比我吃过的所有早点都好吃。我以前在广州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虾饺，这家店的主厨确实有东西。主要是鲜，灌汤包的鲜是肉香醇厚，虾饺的鲜是海鲜的清亮，2种都做到了极致。其实这顿饭吃的非但不亏，反而血赚，2笼灌汤包27，虾饺25，一共52。但公司给的通宵加班费有500，这波分明血赚了428。你真他娘的是个天才！按你这么说，你不吃不喝净赚500，岂不是更赚？那不一样，不吃不喝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美食带来的精神享受是无价的，犒劳一下自己怎么了？对，就当咱们通宵是为了吃这一顿早饭，然后老板说你是幸运用户，免单还倒送448，是不是更开心了？
有道理，逻辑闭环。既然这样，那我愿将这家店称之为世界第一早餐店。俺也一样，早餐店老板赛高。丁，主线任务开业大吉已完成，奖励已发放。是啊。主线任务站稳脚跟，内容开业第1周累计接待食客3000人次，口碑和知名度分别加10%和1%的饭店，奖励随机面点传承。儿子，人多，干活。怎么突然来这么多人？别发愣了，包子快卖光了，赶紧的！沈翠莲同志，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。咱家又不是没包子，你还去外面买？那不一样。还记得我昨天跟你说的那家要做水晶虾饺的宋记早餐店吗？记得啊，你昨天不是还说小伙子20出头肯定做不地道吗？我眼拙了，我今天一尝，皮薄如纸，虾肉弹牙，鲜的能把舌头吞下去，一笼才卖25。所以你自己吃好的，就给我带这些普通肉包。你想啊，那小宋师傅才20出头就这手艺，这绝对是家学渊源。他爹老宋师傅的手艺肯定更厉害。我特意买了老宋师傅的包子，这叫真人不露相，你快尝尝。这就是你吹的神乎其神的包子。怎么了？不好吃吗？你自己尝尝，我包的包子比它差哪儿了？肉馅是挺坚实，咸淡也合适，但这就是普通的猪肉大葱包啊，怎么跟儿子的虾饺差这么多？说好的家学渊源呢？王大发，你什么意思？嫌弃我就直说，外面买的平庸货你也当个宝？不是，媳妇儿，你听我解释，这确实不科学呀。解释什么？你现在立刻去给我买1笼那个水晶虾饺。要是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吃，咱家冰箱里存的包子，你这星期一个人给我全部吃完。这咋这么多人呢？就是那些个老大爷排这么长的队都不嫌累吗？那你咋还搁这儿排呢？不嫌累？我不一样，我排队那是因为真爱。我女神看见这家店排队，专门让我过来买早点的。啥玩意儿？这是考验，叔懂吗？不然她为什么只找我帮她买，不找别人？这说明她喜欢我。所以你排队就只给她买，你自己吃不？我自己肯定舍不得吃啊。这虾饺打完折还要25一笼，纯黑店。其实你可以买1笼，第2笼半价，2笼27，你还能跟他一起吃。那不行，我女神说了，越贵的东西越显现出我对她的诚意。小兄弟，你又是为什么来排队的？嗨，别提了，我们公司8点上班，但我们的主管天7点半就到，看见人就抓去免费干活。我来早了，在下面排队磨会儿时间，顺便买个早点。刚才前面有个小伙子说排队是为了给女神买虾饺，自己舍不得吃。哼，这种人就是舔狗。我建议他买罐汤包能剩点，他说便宜的没诚意。舔狗里的常青树，备胎里的第2名，黑名单的常住户。小伙子贵姓？免贵姓林，单名一个飞。小林啊，叔跟你说句实话，这家店的灌汤包和虾饺是一流的，但是老宋师傅卖的那些便宜大包子味道真的很一般。叔，你不会是这家店雇的托吧？你看叔像差钱的人吗？还当托？叔年轻时走南闯北，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？是挺像的。你这小子，叔，开玩笑的，您这气质一看就非同寻常。哼，来4个猪肉大葱包，满10元送豆浆，对吧？怎么，
还觉得叔是托，骗你呢？哪能啊，叔，我饭量大，灌汤包性价比太低，不顶饿。2笼灌包，2笼水晶虾饺。叔，这可使不得，我受不起啊！叔不差钱，请你吃就吃，当是刚才陪叔聊天的服务费了。确实很一般，跟街边路边摊没两样。我靠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坏了，这大肉包根本咽不下去了，那大叔承不起我。兄弟去几楼？19楼。19楼，你也是星火传媒的，哪个部门的？你新来的？第一天入职，运营部林浩。林飞，咱俩是本家呀！今天第一天就迟到，刚好做个伴儿。兄弟，我们运营部那个孙主管你见过没？秃顶那个，人送爱好孙扒皮，可烦了。兄弟，没吃早饭，来一个，这家新开的，贼好吃。这家包子真好吃，多少钱？1笼18，那这也不贵啊。行吧。打卡成功，你已迟到13分钟。打卡成功，你已迟到13分钟。林飞，孙主管，早上好啊。哼，迟到了15分钟，你还好意思说早上好？你就是林浩，新来的，第一天上班就迟到，无组织无纪律。拿来，公司规定不允许在办公区域吃早餐。下班自己来拿，现在赶紧去工作。没事儿，明天我请你吃。什么味儿？好香啊！好像是包子味儿，前台那个袋子里传出来的。兄弟，那前台没收的包子闻着太香了，要不我发飞片问问刚才那迟到的运营兄弟？你这样子是想偷吃吧？什么话？我那是帮大家探路，问问在哪儿买的。兄弟，孙扒皮没收的包子在哪儿买的？太香了！楼下小区东门送寄早餐，灌汤包18一笼，第2笼半价，还有水晶虾饺25一笼，是不便宜。被没收了也是凉，你干脆摸过去把灌汤包拿走吃了，袋子里还有3个大肉包留着充当掩护。我靠，你还真去拿了？什么叫拿？人家送我的。我操，真香，太好吃了！这包子在哪儿买的？我已经发群里了，送寄早餐。我去，10点休息一块去。10点一到，一同出发，拍桌为号。儿子啊，要不你先回去歇着吧，快中午了，应该没多少人，剩下的备货我和你妈盯着就行。对，
小小也困得直打哈欠，你俩一起回家补觉。老板，还有灌他包吗？唉，有，稍等，这就上。有灌汤包，要几笼？我要2笼。咱俩拼2笼，第2笼半价划算。就是这个味儿，值了！这一趟来的太值了。这6个根本不够塞牙缝啊！要不咱再拼几笼带回去吃？可是快到上班时间了。怕啥？老大今天请假，咱们拿回工位吃，孙富海管不着。死记深命，走走走走。还要灌汤包？对，再来2笼，后面的人估计也一样。什么味儿？好香啊！好像是他们提的包子。帅哥打扰一下，请问你们的包子是在哪儿买的？楼下小区东门的宋记早餐，灌汤包和水晶虾饺都绝了，快去，这会儿人少。谢谢。妈，中午应该没多少人来咱家买包子了吧？那可说不准，今天来的全是回头客带的同事，口碑一传十，一直有人。不过你也累了，先回去休息。行，那我先撤了。我把剩下的卖完就关门。老板，还有灌汤包和水晶虾饺没有？全都卖完了，我们正准备关门了。那下午还开不？不好意思，下午不营业，明天请早。我跑赢了所有竞争对手，却没能跑过小宋师傅下班的速度。哥，吃薯片。哥，喝可乐。我中午还想吃水晶虾饺。滚！店里的青虾都用光了，等咱妈回来做饭吧。那吃灌汤包行不行啊？我感觉你手艺又进步了，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好吃。说得好，甚得无心。赏！赏！我要吃2笼。只有面，不吃拉倒。面就面，那你快点去下厨。操！哥，你是不是翻车了？要不咱们还是做灌汤包吧。再影响我，我就给你煮碗疙瘩汤。龙须面等级 C+，面的口感优秀，但因汤底普通，导致整体平行下降。哇，哥，你这面跟我在外面买的手工挂面一样细。好吃。洗碗去。儿子，我打算给后厨再招一个人，帮你减轻一下压力，你觉得咋样？再招个早点师傅吗？好像不怎么顶用吧。不，
我打算招一个红案厨师，刀工比较好的那种，专门负责帮你处理食材、切菜、剁馅儿、备料，顺带还能做一些拍黄瓜之类的凉菜当配菜卖。行啊，那就尽量招一个刀工比我强的吧。可以，刀工比你强，能不能给我个具体化标准，我也好发招聘。其实我刀工也还行。切丝可以稳出火柴根粗细，片肉能薄而不断，大小均成吧。小宋师傅，昨天我媳妇儿吃了你做的虾饺，在家夸了一整天。嫂子喜欢就好，特别喜欢。不过我跟她说，你手艺还能更好。今天我特意挑了最生猛的青虾送来，能不能让我多带2笼回去？我加钱。王老板客气了，能有这品质也靠您供货，按正常价用青虾抵扣就行。您稍等，我这就进去做。好嘞，我不客气了，还是昨天的量。调味中级。一份标准的虾饺馅料。水晶虾饺，等级 A 级。王老板，您的虾饺。小宋师傅，你这手艺真是每一天都在进步啊！真地道，我跑了20年船，吃过的好东西不少，能到这水准的真不多。这让我想起当年在天津吃过的麻油意思卷了。麻油意思卷，那玩意儿看着像普通花卷，但掰开里面全是细如发丝的面丝，一根一根清清楚楚，咬一口松软香甜，满口麻油香，越嚼越香。可惜后来再没吃过那个味儿了，别处做的不是丝太粗，就是太腻。王老板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想试试。刚好我最近想研究新面点，就选这个了。你打算做？试试看。等做出来，还得请王老板帮我品鉴品鉴，看看跟您当年吃的差多少。行，你真做出来，我天天来吃。需要什么好食材，只管跟我说，我保证给你弄来最好的。麻油银丝卷，这就是拿下王大发支线任务的钥匙了。今天晨跑必须跑完10公里，不许再提那家早餐店。同意，谁耍赖谁是孙子。至尊水晶虾饺，这啥意思？合着咱们昨天吃的还不是最好吃的？哎，下面写着限量，送完即止。这至尊水晶虾饺名头听着就不一样。不行，我得先进去问问，别跑完回来全送光了。有道理，走进去瞧瞧。哎呀，几位大爷来啦！今天这么早？秦老板，你们门口挂的那至尊虾饺是啥意思？跟昨天的不一样？因为对食材要求比较苛刻，数量不多，只能当赠品送。买吧，跑步啥时候不能跑？这玩意儿送完可就没了。也是，那就先点餐，给我来4笼水晶虾饺。我要2笼水晶虾饺，4笼灌刀包，我得给我老伴儿和孙子也带点儿。我来4笼虾饺，4笼灌他包。一半在这儿吃，一半打包。我要6笼虾饺，4笼灌他包，给我闺女和外孙女尝尝。几位大爷别急，都有。
今儿这个才是神级水晶虾饺啊！口感比昨天更弹，2口就没了，还没尝够呢。秦老板，我消费满200了，能再送我1只不？1人限送1只，送完为止。我得走了，老伴儿和孙子等着吃呢。对，我闺女的虾饺不能凉了，一起走。晚上约跑，先走了啊。唉，晨跑未半而中道崩殂呀！晨跑未半而中道崩殂，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呐！小兄弟又来了，叔你也来买包子，给媳妇儿带包子呢？是啊，对了，昨天你那考验通过没？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我女神说了，考验至少得进行3个月。那你今天又来给他买虾饺？那当然，昨天我给他买水晶虾饺，他专门发了朋友圈炫耀，我不得继续加油啊！朋友圈都发你了，那快修成正果了。没发的是虾饺，没提我，但照片是我拍的呀，这还不够明显吗？小兄弟，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是在吊着你啊？我知道啊，但你想过吗？他为什么只钓我不钓别人呢？肯定是因为喜欢我啊！行，你加油。哥，有没有给我留至尊水晶虾饺啊？我昨晚做梦没吃到，直接吓醒了。最多给你留3个，爸妈和客人都还要呢。下午我打算在店里试做新点心。新点心？那我中午只吃8个水晶虾饺垫底，留着肚子下午吃新点心。8个叫垫底。行了，赶紧出去。哈哈哈，林浩、张俊，你们也迟到了，咱们可以组成星火迟到军团了，扣50全清而已。你等等我，我买完咱吃完再走。别提了，本来我们部门想让我代买的，结果大爷大妈一顿年轻人不讲武德的连环轰炸，我只能老老实自己排了。这下星火传媒今天早上彻底齐活了。所以你们的意思是，今天迟到的原因都怪运营部的主管，也可以怪宋记的灌汤包和水晶虾饺太好吃。不过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孙富海，他没收包子时把皮磕破了，弄得我们工位全是香味，这才忍不住跑去排队。对，要不是闻到那股味儿，我们也不会一大早就跑去买。那家店叫宋记。老大，你知道？行了，赶紧去忙，我去找考勤说情，看能不能把迟到记录消了。谢老大！操，这孙富海真是个小人，屁大点事还要跟老板打小报告。林浩，刚来就整幺蛾子，我会让老板考虑开除你。还有林飞，你也一样，公司不养闲人。林总，您来了，我正好要向您汇报一下工作，顺便检讨一下。老爸，我们主管说要开除我，我能不能回家了？你之前怎么跟我保证的？说好能好好上班的呢？我确实在好好上班啊。我们公司不是要办大胃王直播比赛宣传僵尸吗？我今早排队迟到，其实是发现了一家极适合参赛的美食店，而且我有把握能邀请到吃喝老白和美少女小葵当评委。你跟我来办公室。林飞也姓林，天哪，他不会也是林总的亲戚吧？我到底一脚踢到了什么钢板上啊？兄弟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们自由迟到了。我靠，真的假的？咱们跑外勤。我老爹想在僵尸办大胃王直播，我推荐了小宋师傅的店。等会儿咱们去找小宋师傅，问问他除了灌桃包和虾饺，还能不能做出别的神级点心？难道现有的这2样还拿不下评委？不够。中国红案向来压白案一头，国宴级的白案名点非同小可。如果他能拿出更多惊艳的白案点心，美食博主们绝对会疯的。我懂了，第1章陨落的白案天才，第2章3年之约，最后小宋师傅低喝一声：“年少出江城，今日登天门，白案国宴手大放异彩。”你这天赋不去写剧本，真是浪费了。现在就走，找小宋师傅去。儿子，虾线我挑完了。行吧，放那儿吧，我等会儿再弄。儿子，出来一下。儿子，那2个小伙子说他们是传媒公司的，想和咱们店合作大胃王比赛，还说能请到1000万级的大主播来宣传。妈，别呀！咱家现在的生意已经忙不过来了，要是再宣传引流，我不得累死在案板上？我这躺椅才刚买回来呢。你懂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爸当年为什么辞掉2万月薪的工程师，非要守着这个早餐铺子？啊？不是为了赚钱吗？不是，是因为当年发生的一件事，他想在你爷爷面前争口气，
你爷爷以前在国营饭店当百案大厨，你爸那手艺就是跟他学的。当然，你爸天赋差，没学精。他还有个哥哥叫宋建功，天赋极好，很得你爷爷看重。但宋建功出去后迷上了赌博。你小学毕业那年，他欠了50万赌债，跑回来让你爷爷帮忙。你爷爷凑不出，就求你爸把咱家房子抵押了，帮他哥还债。我爸答应了，借了，但那次也跟你爷爷彻底闹翻了。你爸说宋建功改不了的，但你爷爷执迷不悟。你爸这些年一直憋着一口气，他想向你爷爷证明，当年是老爷子看错了人。你爷爷一生只在乎手艺传承，你爸其实挺想让宋记的名响起来的，这样老爷子若是看见了，或许能找过来。你爸只是想听你爷爷说一句，当年是他选错了。妈，我明白了。小宋师傅，我是林浩，这是我同事林飞，你们好。我妈把事情跟我说了，大胃王比赛让我们家提供食品，对吧？对，这次比赛是政府和我们公司联合办的，影响力很大。先别急着画饼，我问你2个问题。第一，比赛什么时候办？9月底，国庆前。第二，需要我们准备什么？比赛当天准备好灌他包和水晶虾饺，当然最重要的是前期得请到吃货老白和美少女小葵这2位千万级的美食博主来当评委做宣传。那你们去请啊，找我干什么？小宋师傅，说实话，这2人根本不缺钱，但他们有个共同点，就是对美食极度热爱。老白吃东西只看味道，小葵测评从不翻车，只要能用你的手艺打动他们，这事儿就成了。我知道了，但我拒绝。啊？为什么，小宋师傅？拒绝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想宣传的是我这个人，不是宋记。我更想让大家记住的是宋记这个招牌。宋记是我爸创立的，我的手艺也是他传下来的。至于那2位大主播，我会足额拿出分量的面点打动他们的。所以您还会其他压箱底的点心，可以说是哪种吗？我在学。我看你们店不是还宣传了至尊版水晶虾饺吗？要不先做出来让我们尝尝，说不定这个就够用了呢。至尊版对食材要求极高，今天已经送完了，明天早上你们2个过来，我给你们留2个。反正9月底才比赛，我尽量在9月中旬以前请你们来尝新点心。行，那我等你的消息，明天早上我们一定来。丁，支线任务奋进的0号已发布，目标让2位主播对宋记美食留下深刻印象。口碑和人数涨得挺快，但知名度进展还是偏半，必须得加把劲儿。妈，咱们今天下午也营业，我练习一下新面点。好硬，油多糖重，又黏又腻，简直连狗都不吃。哇，哥，这就是你说的神秘新点心。哥，你为什么要下毒害我？怎么了这是？我这不是在尝试做新点心吗？你要不也尝尝？哼，你自己留着吃吧。哥，我肚子还饿呢，你这是投毒。小小，组织上现在有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，
新点心研发需要一位敢于直面失败的勇士，一不怕苦，二不怕难，三不怕难吃。我不怕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首席品鉴官，每批银丝卷出炉都由你第一个尝，有没有信心？保证完成任务。你要是把这劲头用在学习上，就不用交换校费了。对。C 级已经能吃了，但根本算不上合格的麻油银丝卷，到底差在哪儿？不行，还是得用麻油。王大发积了20年的，是那种麻油香和面香为一体的味道，必须把麻油的味道做进面丝里去。再来。C 级的10块钱一袋 ，D 级的免费送，送完为止啊！行了行了，都6点了，你带着小小赶紧回家，我和你爸还要等半小时，有个厨师过来面试。妈，要不我留下来参与考核吧？去，你爸又不是没长眼睛，忙了一下午了，赶紧回去休息，省得又睡着。小宋师傅，有对象没？我孙女19岁，在燕大上学，国庆带她来见见你啊！老柳，你什么意思？拐小宋师傅独占是吧？小宋师傅，我小女儿28，银行上班，懂疼人，大6岁也太大了，女大3，爸6岁是报2块。哥，其实刘大爷那个孙女挺好的，虽然160斤，但手底下有一家巧克力公司呢。你要是娶了她，我以后岂不是有吃不完的松露巧克力？你脑后有反骨啊！给点好吃的就把你哥卖了。我那是为你后半生的幸福着想，血赚好吗？小小，你饿不饿？下午吃了一肚子银丝卷，怎么可能饿嘛？那我就只买我自己的了。老板，5串烤鸡翅，爆辣。好嘞，马上好。那个鸡翅辣不辣？爆辣，你吃不了。哎，我感觉肚子里的银丝卷沉下去了，上面又腾出地方来了。咋的？你这胃颠一颠还能腾空下是吧？啊，好辣，辣死我了！哥，为什么不是冰镇的？不喝滚！就不。我堂堂新西方毕业，曾在北平饭店给主厨打过下手，如今竟然沦落到在早餐店打杂，还是个副手，真憋屈。来了，换一下衣服进去吧。儿子，这是新来的厨师王瑞，给你打下手的。你来的刚好，把那边的青虾处理一下。连自我介绍都不让我做，怎么感觉我成了干粗活的了？我可是学校里的天才少年。看来这小宋师傅刀工一般，拉面技术也就那样嘛。你早上吃了吗？尝尝。啊，还没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水晶虾饺的水平，放在北平的大饭店也绝对是顶级的，连白样主厨怕是都没这手艺。这小老板竟然只开个早餐店。王老板，有个事儿想请教你。你说。我昨天研究了一下午麻油银丝卷，但麻油总是融不进去，放少没味儿，放多面就坏了。您之前说去后福看过那个老师傅做银丝卷，还记得他是怎么做的吗？特别是关于麻油那一步。我只记得他拉面拉得特别漂亮，面团折来折去，
拉出来的丝比头发还细，光顾着看手了，麻油怎么放的，我是真没印象，实在对不住，我这记性不行了。要不这样，我回去看看还能不能联系上那个老师傅，要是能联系上，我帮你问问。面团折来折去，越拉越细。教学视频误我，那根本不是普通的花卷切条，是龙须面的拉法。用这种面5次对折就是极限了，不过这确实是麻油银丝卷里银丝的唯一解法。我现在有点相信小宋师傅了，这手艺真的没得说。我觉得我可以给小宋师傅写本书，叫我在宋记当食客的日子。第1章灌汤包，第2章水晶虾饺，第3章至尊版降维打击。那你快写，咱发公司公众号宣传，那不成自卖自夸了？也是，我爸会打死我的。系统提示：银丝卷，可以吃1周吧？系统提示：这是被哥哥下毒2.0版。哥，以后我就吃这个了。牛油、黄油、椰子油实验。牛油党必胜！黄油才是王道！椰油党举手！怎么还卡在49%？最后1%卡了我一整天了，快点突破吧！这卡着太难受了，我还等着用奖励呢。哥，你看这个，哪儿收来的贿赂？是黄油党还是牛油党？你没把椰油党放眼里啊？不过这是刚才在门口那个最黑最年轻的消防员哥哥送的，我刚才看他路过，就给他拿了6桶灌汤包和3笼水晶虾饺，他非要塞给我这盒巧克力，我推都推不掉。你就凭肤色把人认出来的？没当着人家面说黑吧？我又不傻，我跟他说哥哥你好，上次给你们添麻烦了，他可高兴了，还夸我有礼貌呢。队长，鸡哥，快看我带了什么？灌汤包和水晶虾饺。哪儿来的？给钱没？是那天那个被困厕所的小姑娘送的，她死活不要钱，我把本来送小丽的巧克力抵给她了。队长，你快尝尝，香着呢。皮薄如纸，汤汁鲜醇，堪称一绝。哎呀妈呀，真香！进来吧，一人一个。我操，这包子哪儿买的？这也太好吃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吴胜小区东门宋记早餐，明天一早就去，算我一个。明天的闹钟。丁，当前知名度已突破50%，主线任务站稳脚跟已完成，奖励已发放。主线任务声名气起。D，传承载入中。时间1965年，地点德胜楼，开始穿梭。快，有人偷东西，抓住他！小五，你来的正好，这小子偷了后厨2笼包子，秦师傅不在，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就办呗，问我干啥？秦师傅带大徒弟出去了，现在后厨就你一个能管事的炉头，要是报官，这年头偷公家粮食，搞不好要枪毙。兄弟们看他可怜，想私了，那就私下处理，先把人带到后厨去，在这儿围着影响不好，听见没有？带后厨去。你叫什么？我姓宋，他们都叫我宋狗蛋。你知道偷公家粮食是什么罪吗？知道，反正横竖都是饿死，不如做个饱死鬼。知不知道这是重罪？知道，反正我也快饿死了。要是给你一条生路，你还要不要死？我要，我吃烂菜叶、刷盆子、洗碗都行，只要不让我饿死，我什么都干。
后厨不是缺个杂工吗？留下他，只管饭，不许偷，不许懒，不许撒谎，做到吗？能做到，谢谢师傅。师傅可不能乱叫，叫我秦主厨就行。小五，我让你练的火候和刀工，现在怎么样了？你呀你，天赋这么好，就是不舍得在刀工上下功夫。这不是有我吗？我负责切，小五负责包，我们俩分工合作，天下无敌。你闭嘴！我看小五偷懒不练刀工，多半就是你惯的。小五，我跟你说好，你的刀工要是不练明白，就别想跟我学荷花酥。花刀可是荷花酥的核心，你连刀都用不明白，拿什么切？荷花酥，师傅您放心，我下去一定苦练。师傅，您知道麻油阴丝卷吗？阴丝卷我会，麻油阴丝卷是往里面添麻油吗？我就是听别人提过，说里面麻油香气和阴丝结合的极好。荷花酥还没学会呢，就想研究别的面碱了。行了，切对儿去。得令。那个小五哥，我能学这个吗？我刚忙完，周师傅让我休息一会儿，绝对不耽误活。行啊，拿这把小刀，先试试手感，别这么死攥着。食指和拇指捏住刀柄前端，后面自然收拢，削个土豆片试试。我靠，这小子的刀工天赋居然比我还好。算了，不看了，伤自尊。小五，中午吃啥？今天轮班你主厨啊？我主厨。行，做龙须面吧。果然，多陈拉了一次，再加上周师傅的高汤，直接提升了一个大等级。来来来，都尝尝小五哥的龙须面。不错，面条细嫩有劲。你抻了10次？10次。兄弟，你这是饿了多少啊？刀工练好了，这几天一直在抻面。师傅，应该赶上我调味的水平了。雕个花给我看看，最简单的就行。虽然慢了点儿，但手够稳，刀工算是入门了。下周我要出一差，你跟我一起。出差去哪儿？给外宾做饭。老秦来了，带徒弟了。小五叫张师傅、李师傅。张师傅好，李师傅好。那是张师傅的开水白菜，最考功底。文思豆腐，这刀工真神了。看傻了？走，干咱们的活。走吧。师傅，现在就走，不多看会儿。我的任务完了，自然要走。小五，知道今天我为什么带你过来吗？不知道，让你见见世面。我在北平算是白案最好的师傅了，可这种级别的一席，我们永远只能做一道点心当陪衬，唱主角的永远是红案。但你不一样，你的天赋不止在白案，你那个抻面的手法11次了，对吧？红案的东西你只要肯下功夫一样能成。我不是让你转修红案，而是希望你将来红白案双绝，不要像我一样被刀工所累，在白案也走不到顶尖。走吧，回去我再教你一遍荷花酥。荷花酥这东西看着好看，但每个步骤做起来其实不算难，难的是每一步都不能出错。和面的时候，水油皮和油酥的软硬度要一致，太软了擀不开，太硬了一折就裂。师傅，那油酥的比例是多少？面粉和猪油2:1，猪油要凉的，热的会把面烫熟。开酥是荷花酥的关键，也是上限所在。4次3折是最佳态，出来的层次最细密。你刚练，先开2次试试，摊多嚼不烂，力道轻了。开酥的时候力道要匀，这时候差一点，炸时候层次就差很多。馅料一般用豆沙馅儿，甜度适中，颜色也好看。等你学成了，可以试试其他馅料。继续，直接开始炸吧，油温不要太高，小火慢炸。开酥和刀工还是太差，开酥时力道不匀，层次没出来，炸的时候自然开得歪歪扭扭。
刀工切口深浅不一，角度也不对。徒儿记住了，和面、包酥、包馅，每一步差一点，合在一起就差一大截。荷花酥什么时候能做的跟你水晶虾饺一个水平？这道点心就算你学会了。算是入门了，之后也千万别扔下，每天做一遍，慢慢就精了。知道了，师傅。刀工终于到高级了，发面造型也大有长进。现在我的抻面极限是12次，是时候重新试做麻油银丝卷了。小老板，这些我来就行，你忙你的。没事儿，我练练刀工。用大菜刀做这么精细的活儿，刀工竟然比我还好。原来小老板以前根本就是懒得动手。拜见天赋哥，这不天才哥吗？去背、开背、扯虾线，造型也大有长进。现在我的抻面极限是12次，是时候重新试做麻油银丝卷了。小老板，这些我来就行，你忙你的。没事儿，我练练刀工。用大菜刀做这么精细的活儿，刀工竟然比我还好。原来小老板以前根本就是懒得动手。拜见天赋哥，这不天才哥吗？去背、开背、扯虾线。哥，这次是什么味儿的？你这首席品鉴官怎么当的？自己不会尝吗？牛油的，比之前所有版本都好吃，里面的丝比之前细好多。哥，这绝对可以上架卖了，不比冠当差。 B 加级，的确比之前的版本都要强，已经和普通虾饺差不多了。不过王大发说的那种麻油银丝卷才最关键，怎么过去3天了，联系老师傅的事还没消息？你干嘛去？我拿去给孙大爷他们尝尝。天天夜跑都吃得太饱，不行，从明天开始恢复晨跑，下午再来守着银丝卷儿，那不行。万一我晨跑回来，至尊水晶虾饺卖光了呢？可以每天早上跑前先给钱，让小宋师傅存着。大爷们，牛油版银丝卷最佳版本，快尝尝。呵呵，还是小小贴心。那当然，尊老爱幼是我们华夏的美德。今天的丝更细了，小宋师傅进步太快了。牛油味儿是不错，要是能出黄油的就更好了。黄油多腻，这会儿倒挑剔起来了。小肖，小宋师傅怎么今早开始做银丝卷了？下午还做不？不知道，可能是手痒。他早上发了好多面，还剩挺多的。小小想吃什么跟李大爷说，薯片、饮料我都给你买。对，我们看你就跟亲孙女似的，别不好意思。小小，我们要求不高，等你哥下一笼出来，让我们全包了就行。小宋师傅，
我朋友帮我联系上那个会麻油银丝卷的老师傅了，人家愿意在飞信上指点你。来，你扫我，我推给你。太好了，多谢王老板。王老板要是不忙，一会儿我做一笼银丝卷，您出去坐着等，帮我提提意见。行，那我出去等。几位大爷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干什么 ？AAA 水产王哥是你吧？我们本来还想包圆一笼银丝卷呢，你倒好，一句话，全群的人都来了。我老伴儿还等着我带银丝卷回去呢。你把人都招来，让我们怎么抢？可群里第一个问的也不是我呀。不管，我们就认识你。对，不找你找谁？我不管。等会儿要是限量了，你的那份必须卖给我。可，小宋师傅这笼是专门邀请我品尝的。你尝什么尝？邀请你怎么了？邀请你也不能影响我们老年人的正常需求。你知道为了蹲着银丝卷，我们付出了多大代价？就是晨跑都改成夜跑，夜又改成不跑了。不瞒你们说，小宋师傅做银丝卷，就是因为我提过一嘴麻油银丝卷，还有麻油版的，那必须的，在我的记忆里至少能排前3，水准绝对不在至尊水晶虾饺之下。哎呀，小王啊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来来来，喝茶，跟大爷们仔细讲讲。对对，喝茶喝茶。这麻油银丝卷现在有眉目了吗？快了，我已经联系到当年做麻油银丝卷的老师傅，把飞信推给小宋师傅了，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能成。小秦，今早这银丝卷限购不？这个还没定。那我强烈建议，像孙老头他们吃过一轮的，直接不准再买了。老柳，你什么意思？断我实录？你们已经吃过了，还要不要脸？大家别吵，都有，每人限购5个，先到先得，排队吧。嚯！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按照小王的说法，小宋师傅这几天肯定会一直练习银丝卷。宋记是不是还会继续刷新银丝卷？抢面点要紧，早上抢银丝卷，下午也抢，晨跑跟夜跑都无限取消，这合适吗？这不叫取消，只能说暂且延后。等小宋师傅做出麻油银丝卷上了菜单，咱们就恢复。哎，小宋师傅可害苦了我呀，害得我都不能锻炼身体了，可不是嘛？害得我这个好老头每天背负着为全家抢点心的重任。王老板，我这银丝卷里的银丝，您觉得过关了吗？过关，细丝均匀，根根分明。虽然比我当年吃过的还粗了一点点，但已经非常接近了。小宋师傅，你这手艺进步也太快了。支线任务挂了快1周了，强迫症实在受不了，得赶紧看那老头加我没有。你好，我姓宋，叫我宋师傅就行。王老板说过了你的问题，做麻油银丝卷遇到什么都可以问我，这方面我绝不藏私。麻油这东西性子烈，它挂不住，其实解决不难，用未发酵的原蜜就行。宋师傅，蜂蜜我试过，但做出来甜的发苦，还会盖过麻油味，是比例不对吗？你用的该不会是超市里那种高温熬煮过的发酵蜂蜜吧？必须用未经高温熬煮、没发酵过的原蜜，比例是麻油7分，原蜜3分。记住，蜂蜜放碗里，麻油分3次加，顺着一个方向使劲搅，直到挂壁成丝带状，最后滴入极小的一滴熟麻油封箱，立刻封盖。这样蒸出来的银丝卷咬开才能香气扑鼻。总算是拿到通关秘籍了。王老板，您先别走，我这就去试试。行，去吧去吧，我等你好消息。你拉我干嘛？这牛油银丝卷虽然是半成品，但足够精致，难度大，拿去请那俩主播应该够了。换作是3天前的你，敢信小宋师傅在这么短时间做出这水平的银丝卷吗？听我的，让子弹飞一会儿，等他做成真正合格的麻油银丝卷，绝对是王炸。妈，咱这附近有卖蜂蜜原浆的没？就是那种没加工过的原蜜。没听说过，市面上的蜂蜜大多加工过，除非专卖店，咱附近没有。我知道，咱们小区就有个大娘家里是卖蜂蜜产品的，上次还送了我1包蜂蜜糖呢。谁啊？忘了。要你有何用？但我有办法，你往咱们店的抢饭群里吼一声，保准有用。
小宋师傅，纯野生蜂蜜原浆，正宗的很，你看看够不够？啊，够了够了，花婶儿，这多少钱？我转给您。不要钱，但我想单独买2笼银丝卷，寄给我大儿子尝尝。店里限量5个，根本不够吃。行，蜂蜜我收下了，做好了我单独给您留2笼。那归得好，我不打扰你了，你赶紧做。坏了，和面时加了糖，蜂蜜也是甜的，2样加一块直接超标了。Nice， 真正意义上的第1道可量产 A 级面点。小宋师傅，成了。就是不知道与你记忆中的味道一样不？就是它，一模一样。丁，支线任务王大发的心愿已完成，奖励随机菜品传承已发放。成了，王老板您慢慢吃，我先进去了。哼。哥，你知道打扰别人享受美食是多大的罪过吗？那你知道你现在享受的美食是谁做出来的？哥，您请坐。您这新做的银丝卷太好吃了，真不愧是我最崇拜的亲哥。花婶，久等了，重新做费了些时间。哎呦喂，太好吃了！小宋师傅，这是拿我送的蜂蜜做的。我以前做的简直是糟蹋食材呀！要不我把家里剩下的1箱蜂蜜都送来，用这换也成。妈，花婶儿，1笼送您，另1笼您掏钱买。以后您的原蜜我们按成本价收，每天给您优先留1笼。行，听秦老板的。妈，后厨有2笼做太甜的实验品，你看着处理，我回屋睡觉了。丁，支线任务已发布。哥，快点起来吃饭了。让你下床吃饭的呀，没让你做饭。咱爸都做好饭了，你快点儿。爸做饭？儿子，快尝尝，我完全按照你的方法做的，但味道还是有些不对。爸，咸重了，鲜味没出来，肉馅也发柴，熬皮冻时火候太大，汤浑了。那我火候还得调小。不过已经很好了。这样吧，以后你在店里练，做出的成品像我以前一样特价卖掉，别在家里做了。小小，咱爸的包子就交给你来解决了。这么多我怎么吃得完啊？我接下来要做一种新点心，可以定制各种水果馅儿当零食吃，味道不比虾检差。你解决完，下午做给你吃。一言为定，我吃。怪不得老爸今天下午一个人闷头包包子，原来是心里憋着劲儿呢。唉，要是早点看到这任务，下午就教他了。现在嘛，还是先苦一苦小小吧。儿子来了。爸，帮我准备一下灌上包的馅料，皮冻在冰箱第2层，你先把皮冻切成小丁。
爸，再加2勺盐，料酒少放点，上次放多了有点鸭肉味儿。没事儿，就多了一点点，影响不大。谁说爸你白半天赋不行的？我看是之前没好好练，等面发好了，你包着试试。为了抢至尊水晶虾饺，咱们晨跑硬是改成了夜跑，结果下午吃银丝卷太爆，夜跑也废了。明天必须恢复晨跑。那不行，我天天早起的动力就是那一口至尊水晶虾饺。要是早上跟你们去晨跑，至尊版卖完了怎么办？可以每天早上先过来把钱付了，让小宋师傅存着。哎，你鬼叫什么？出来了，麻油银丝卷出来了！啊！哎，小秦，给我先来20个，15个打包，5个在这儿吃。我也要20个，我要30个，25个打包。别急，别急，都有。这才叫麻油银丝卷，甜而不够，麻香又正，软乎乎的。我说啥来着？小宋师傅出手准没错，他娘的！合着王桂花昨天没揣牛，她真的吃上这种了，居然一口都不分我们。哼，等会儿买完，我就提着2袋去王桂花跳广场舞的地方转悠，馋死她。好主意，一起去。啥时候能做完呀？怎么比昨天人还多？我已经4天没吃上宋记的灌汤包和虾饺了。这新出的麻油银丝卷太绝了，银丝咬起来特别弹，感觉比扯面还筋道。就是8块钱一个，真划算。这不吃到扣50也值了。我直接吃了5个，香迷糊了。8块钱一个，比虾饺还好吃，不就是50块全勤奖吗？这4天我没吃早饭，相当于省了200，我能迟到4次。真香，这迟到值了。滴，打卡成功，您已迟到37分钟。老板好。等等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老爹早啊，这是我让张俊帮我带的宋记新品，我正忙着跟您汇报工作呢。对对，这是宋记刚出的麻油银丝卷，比水晶虾饺还好吃。我操，麻油银丝卷今天就成了。老丢，咱爷俩去办公室谈吧，这面点绝对能拿下那俩主播。儿子，这真的有那么好吃？太香了，里面的银丝极有弹性，一咬就断，口感简直无敌。逆子！啊，老爸你干嘛？2个银丝卷你一个人全炫了，连口渣都没给我留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爸吗？爸，别打了，我那是帮您尝味儿呢。咱们现在就去店里，我请您吃个够。老板，麻油银丝卷10个，灌套包2笼，水晶虾饺2笼，至尊版有的话来2份，再来2杯豆浆。丝细而根根分明，这抻面的功夫快赶上龙须面了。糟蹋美食，你这种吃法能尝出什么味儿？这一个才8块，不比你常去的餐厅便宜，还不让我实现麻油运丝卷自由了？薄如蝉翼，形似元宝，褶如秋菊。爸，怎么样？
我说了，小宋师傅的手艺在班里算是顶尖的了吧？是不错，但距离顶尖还差得远。虾饺和麻油银丝卷都可以，但灌汤包差了些意思，比我以前在有坑居吃过的差一些。爸，你带我去过的那些老字号白案，最多也就这水平了。你吃过的都是徒弟做的，上了年纪的白案老师傅早就退居幕后了。而且真正顶级的地方，我都跟你妈去，没带过你。当年我向你妈求婚，就是在德胜楼。德胜楼？那会儿的德胜楼白案师傅姓秦，人称老秦师傅，手艺出神入化。他做的那手面果跟真的水果一模一样，摆在盘里不仔细看根本分不清，拿起来一咬，水果的酸甜味在嘴里炸开，比真水果还要好吃。那你咋不带我去？老秦师傅早就过世了，手艺没传下来。德胜楼换了少东家后也彻底没落。我记得当年有个宋师傅是老秦师傅的关门弟子，手艺也极好，可惜被当时的经理人赶走了。麻油银丝卷确实不错，可惜这店里的豆浆太普通了。要是有一碗热腾腾的鱼片粥配着，那就更好了。鱼片粥？薄薄的生鱼片在稠密的白粥里烫熟，嫩的跟豆腐一样。一口银丝卷，一口鱼片粥，麻油的香和鱼肉的鲜在嘴里交融。爸，你别说了，我听得又饿了。你刚吃了7个银丝卷，1笼包子，1笼虾饺，你饿什么？连续抻了几个小时的面，这手都快废了。以后一定要搞限购。丁，支线任务触发。唉，算了，看看是什么任务。要是和老爸有关的，就顺手接了。哥，妈让你出去一下，林浩找你，说要谈比赛的事儿。原来林耀东是林浩他爸，奖励倒无所谓，但帮宋季扬明是老爸的心愿，这比赛我必须上心。小宋师傅，这是我爸林耀东。宋师傅你好，尝了你家的麻油印丝卷和水晶虾饺，真没想到做面扁的主厨竟然这么年轻。林总过奖了，小宋师傅，我觉得麻油银丝卷和水晶虾饺足够打动那2位博主了。明早能帮我做10个银丝卷的生胚冷藏吗？我中午要带走。没问题，明早现做给你。宋师傅，我有个问题，你们店里的面点、灌汤包、虾饺、银丝粥都是一绝，但配的豆浆太普通了。麻油银丝卷甜香，最配鲜美的鱼片粥；虾饺鲜在海味，适合配一碗地鲜的杞子粥，2种鲜在口中打架才过瘾。至于灌汤包，最配一碗解腻的酸辣汤。谢谢林总建议，以后我会尝试的。林耀东不愧是老饕，他的搭配很绝。熬粥虽然费时，但一次能熬一大锅，不算累。可我没时间摸鱼啊，除非把老爸带出来，让他成为独立的主厨。对，望父成龙。爸，咱们再来练练煲灌汤吧。啊，小老板，我能不能也跟着学？你不是红案的吗？红案太卷了，白赞我也懂些。只要你愿意教，我可以签长期用工合同，一直在这儿干。行，王瑞，你跟着我爸一起学。小秦，1笼至尊虾饺，5个麻油银丝卷，先付账，跑完了回来吃。我们也一样的存着。孙爷爷，你们真去晨跑啊？小宋师傅最近又没出新点心，我们当然要把晨跑捡起来。小小，你哥最近有研究新点心的打算不？我哥说有一道不比虾饺差的新点心，还能定制水果馅儿，但他说了，必须等我把我爸做的这些灌汤包吃完才做。那我帮你解决，让你哥赶紧做，多做点给我们也尝尝。老李，你干嘛？说好今天开始晨跑的。行了，都先去跑步，回来再说。今天一定要跑5公里，不能偷懒。留点儿。唉，柳大爷，您不是跑步去了吗？我帮你解决，但新点心一定要分我点儿。老柳，你个不要脸的，说肚子疼上厕所，我呸！你还不是跟我一样，快坐下一起帮小小吃。哼。
老张，你不是说腿不得劲儿吗？怎么也跑这儿来了？你不也是？我这是跑完回来的。这才几分钟，你以为你是博尔特呀？不对呀，老曹呢？老曹老实人啊，他不会真跑完5公里了吧？完了，咱们把老曹晃开了，这事儿他能记恨我们好几年。老曹那事儿回头再说，现在进行重要项目。小小啊，包子吃完了，是不是能让你哥做新点心了？对对，我们在这儿等他。我这就去。哥，包子都吃完了，新点心到底是什么啊？我想吃芒果、草莓和菠萝馅的。做荷花酥，皮一层一层跟花瓣似的，中间包馅儿。你想吃什么水果自己出去买，我忙完银丝卷就动手。我哥要做荷花酥，让我去隔壁挑水果做馅儿。走，大爷掏钱，要啥尽管拿。买个椰子吧，椰蓉馅的好吃。买红枣，枣泥的老年人最爱。山楂好，吃个童年味道。买，都买。一个个说去跑步，怎么都搁这儿呢？那个，我们跑得快，顺道陪小小买点水果，骗鬼呢。等会儿做好了，每个人分我一份。宋潇潇，你是想让我做多少啊？大爷们在外面等着呢，你好意思让他们空着肚子？王哥，帮我把这些水果去皮压成泥。好嘞，芒果、草莓、菠萝先弄。好香啊！香什么？还没成型呢。去大堂守着。哇，哥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，比真花还好看。小老板，你这手艺放在北平那些老字号里也是头一台。尝尝。哥，这个比虾饺还好吃，酸甜酸甜的，一点都不腻。嚯，这比真荷花还好看啊！洋人整的西餐糕点，哪里比得上老祖宗的玩意儿？慢着，刚才怎么答应我的？每人分我一点儿。还是这芒果的最地道，甜而不腻。不对，这草莓的才叫香，果香十足。你们都不懂，这菠萝的最清爽解腻。老板，那花一样的点心是新出的吗？我也想要。这是主厨刚研发的新点心，还没正式上菜单。他们是大爷们帮忙尝味道的，等上新了，欢迎来吃。这荷花酥真好吃，比水晶虾饺还带劲儿。确实，外形好看，吃起来又酥又脆。老板，为什么他们也有？既然比虾饺还好吃，是不是该上菜单了？凭什么他们可以吃？吴姑娘别急，他们是合作商，专门做推广测评的。既然大家都喜欢，我们今天下午就正式上架，给你留一份。真的？那秦姐，咱们加个飞信，以后有新品试吃一定要叫我，我叫吴诗诗。嘿，大爷们好，曹大爷，今天多亏您在旁边看了20分钟，给我叠了 buff， 我才钓到这条3斤重草鱼。尤其是您用河水洗了脸后，鱼咬钩得更大了。你胡说，你钓鱼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赶紧走。老曹，他说你在河边看他钓鱼，看了20分钟，还洗了脸，也就是说你根本没去晨跑是吧？你们不能听他瞎说，我那是跑累了洗把脸，跑步怎么不算数了？你承认你在河边洗脸了？老实人不老实啊！为了一口荷花酥，狠起心来连兄弟都骗。我真的一口都没吃，
就想留着给我孙女。我代表大家原谅你了，这包点心没收了。你大爷的，装什么正义判官？见者有份，交出来！原来还能这样。打卡学到了，原来还能这么玩。儿子，跟你说个事儿，荷花酥下午就上菜单。妈，我早上真忙不过来啊。我知道，所以荷花酥只在下午售卖，搭配着花茶卖。你下午反正也一直在店里研究新点心，刚好练习。水果馅的材料，我去和隔壁老板谈。你们叫我老白就好。听朋友说，你们想让我品鉴一家新早餐店的早点，是江城新开的宋记早餐店，主厨才23岁，但手艺绝不输老字号师傅。这里面是他做的生胚，我们下飞机刚加热装盒带来的。这是他做的，酥皮层次细，果厚准，没吸油，草莓馅水分收得干，甜度也合适，但层次感还差了一点。真正的荷花酥应该是酥，不是脆，脆是硬，酥是散。这端面每一层之间的空气感不够，吃起来不够松。对我来说，这份荷花酥确实还达不到我探店的标准。老白老师，您能重新把缺点说一遍，让我录音吗？小宋师傅今年才23岁，没正规跟过师门，全靠自己琢磨。您的指点对他一定很有用。23岁，没正经拜过师？对，他爸只教了他一点基础，他爸自己的手艺也很平庸。好，你录吧，我重新说一遍。笋丁的口感刚好，夹肉极脆，这真是一个23岁的年轻人做的？那当然，小宋师傅在短短几天里，将一门原本平庸的麻油银丝卷改进到这种水准，简直是白案神技，吴胜小区的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。这个水晶虾饺的确能比肩那些老字号的招牌，在现在白案师傅里绝对是顶尖一波，只有退居2线的老头子们出手才能压过他。真的？虽然馅料的层次感还稍缺果厚，但23岁能做到这样，我是从没见过。这丝竟然拉得这么细。面皮回弹，断感极佳，蜂蜜的清甜在椰根正好收住麻油的腻感。我从未吃过这么绝的银丝卷，就冲这一样，我就绝对会去他的店探店。老白老师，其实我们这次来是想请您在9月来江市担任由政府承办的大胃王争霸赛的评委，所有参赛面点都由宋记的宋师傅提供。如果只是一场大胃王比赛，我可没兴趣。我是一个品鉴美食的博主，去那里看别人疯狂塞东西，不合适吧？那如果是为了品尝小宋师傅专门为比赛研制的其他新点心呢？这还不值得您去吗？我可以直接去探店，何必要去大胃王比赛当评委？我知道你们想给江市造势做宣传，但这路子没错，形式却选错了。为什么不举办一场厨艺比赛，而且是把红案和白案分开的比赛呢？厨艺比赛？现在厨师界最大的问题是人才断层，尤其是白案，谁关注？老百姓只觉得包子馒头没有技术含量，白案大厨甚至沦为配角。可当年顶尖白案是能与红案平起平坐的，近些年唯一能做到平起平坐的，只有已故的德生楼秦怀仁师傅。他走后，白案的魂儿就快没了。如果你们愿意办一场红白案分开的厨艺大赛，用高奖金把民间有天赋的年轻白案厨师引出来，那我当这个评委。老白老师，那您的出场费？我1分钱不要，直接算进比赛奖金里。我攒的名气够了，想反哺这个行业。而且小葵那边我也可以帮你们联系，只要有这个白案比赛，他一定会来。老白老师，我们出500万总奖金，再加上原本准备付给您和2000万主播的100万出场费也并入进去，总奖金600万，前30瓶都能分到钱。好，大气。赛制方面，红白案分开出赛，最后将前10或前15的选手拉出来统一总决赛。老白老师，那您能提前帮我们宣传预热吗？你这小子还挺会打蛇上钩，放心，回头我发视频给这比赛预热。不过宋记那边的探店我先不去了，得给比赛留一匹黑马。小宋师傅的手艺在年轻一代中还拿不下第一吗？红案可没断代，从小被父辈打磨出来的天才红案厨师多的是，30岁以内不比小宋师傅差的，光我认识的就有4个。小宋师傅想拿前3，都得看我们这些评委的倾向分，搞不好只能拿前5。
咱们跟那3个千万粉的大胃科主播早就签了合同，现在比赛形式改成厨艺赛，他们怎么安排？简单，让他们当中场娱乐赛嘉宾啊，比如限时吃完10个大馒头，赢的吃播有权加入评委席，一起试吃打分，但分数占比不能高。有道理，既保住了合同，节目效果也拉满了，回去就做方案。老白说的没错，我的面点确实还不够松，那些传承了几代的红案天才，实力肯定极强，难道我真要靠白案的稀缺性拿安慰奖？支线任务奋进的0号已完成，奖励练习室24小时已发放。触发支线任务，为白案证明。在青年厨师争霸赛中斩获红白案综合排名第1，奖励练习厅48小时，顶级白案失传面舔传承。顶级失传面舔传承，从今天起戒掉短剧，开练。哥，我后天开学了，能不能给我多做一些草莓和芒果馅的荷花图？做，现在就做。哥你真好，等我开学了，你可以天天来校门口给我送饭，只要是你做的，我不挑。可以啊，我送你最爱吃的大嘴巴子，你要不要？我不要同情分，也不要机智偏向分，我要在总决赛上用绝对碾压的手艺，堂堂正正的拿下第1。小伙子，又来给你女神买荷花酥？是啊，叔，我女神看见上新就让我来排队了。那你自己呢？这荷花酥也不贵，你不点2个尝尝？我就不吃了，钱省下来能给她多买几种口味。你不会来这吃过那么多次，一次送祭好点的东西都没尝过吧？吃过7块钱的特价灌汤包，正价的我确实消费不起。这小子真惨，拿去舔女神，自己连正主做的好吃面线都没摸过。行了，叔请你，但只准在这儿吃，不许带回去打包。谢谢叔，那我要1笼灌汤包就行。再给他加1笼水晶虾饺，1个麻油银丝卷，1个荷花酥。酥脆酸甜，果香很浓，确实好吃。但跟麻油银丝卷和至尊虾卷一比，味道还是缺了点意思，纯靠造型在撑分。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好吃？这太好吃了吧！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真正的极品你还没尝过呢。来，正宗的灌汤包，尝尝。这跟7块钱的看着就很不一样。我操，这怎么也这么好吃？这味道比特价奖强太多了。再尝尝这个。叔，这个更好吃。我收回之前的话，宋记绝对不是黑店，贵有贵的道理。最后一个，尝尝这个。天哪，这里面没馅儿，怎么比有馅儿的还好吃？完了，只有1个根本不够吃啊！这个也给你吃吧。叔，谢谢你，我天天给我女神买，她连1口都没分过我。刚才我吃的时候，第一反应还是想留给她，可她从来没想过我。她是不是根本不爱我啊？小伙子，别哭了。网上说，只要舔得深，舔狗也能当备胎。哎，不对，是这条，暖男排在舔狗后面，你比暖男强啊。那什么，麻油银丝卷还要不？叔再给你点2个。谢谢叔。只要你不舔女神了，省下来的钱每天都能来这儿吃饱。叔，听您的，我愿意为了宋记背叛我的人格。对不起，我移情别恋了。现在我喜欢的是宋记。当渣男，宋记是谁？说好3个月后考虑给你转正的。你吃了那么多天宋记，连宋记是谁都不知道，你在亵渎我的最爱。互删吧，一想到我少吃了1个多礼拜宋记，我就难受。怪不得你们现在不晨跑了，天天在这蹲守，这味道确实牛。那可不，这荷花酥都不算最绝的，小宋师傅最厉害的是麻油银丝卷，吃完满嘴生香。是吗？那我一会儿去钓鱼的时候也打包带走一些。行，带点垫肚子，河边一坐大半天。不，我不垫肚子，我准备拿这些点心去打窝。打窝不用饲料，用宋记的点心。邪修做法，网上看来的，食物越好吃，越容易把鱼引来。之前我用我妈的剩菜打窝，钓不到鱼，我估计是我妈做菜不好吃。今天尝了宋记的点心，我觉得这招肯定行，不行我就不当邪修了。小周，去哪儿钓啊？近的话，大爷跟你一块儿去开开眼。白河荡水库下游那个采石坑，听说有人钓出了50斤的罗氏青，我准备去那儿碰碰运气。出了江氏边界了，开车都2个小时，不值当。行，那大爷们再见，明天早上我来吃早饭，顺便跟你们汇报战果。要是有收获，请你们吃鱼。
你吃了仨了，这我的。你刚才不是说不喜欢椰蓉吗？我说的是不太喜欢，又不是不吃。别吵了，我帮你们解决了。睡一觉精神饱满，这发面熟练度还差25000就能升级了，升到下一阶段，面点品质肯定有更大翻跃。我得赶紧把支线任务拿下。老爸的逆袭任务要时间磨，要快点拿到48小时练习室，只能先攻破林耀东的这个粥品任务了。林老头要求极意粥和鱼片粥要配得上 A 级面点，做出的粥质至少也得是 B 加级。儿子，今天咋来这么早？昨天睡得早，爸，我看看你调的馅儿，比昨天强。爸，你进步真快，但姜放多了，盖住了肉鲜。皮冻火候还得再小点，把胶质彻底熬出来。姜少一点，火再小一点，胶质熬透。爸，面皮好了，你先包这笼特价版的灌餐包。好嘞。猪肝、瘦肉和粉肠都是浓鲜味重，怎么才能和狭角清凉的海鲜做到势均力敌、交融而不对立？极地粥 B 级。入口确实不错，但也只是普通优秀的水平。各种食材的味道是散的，喝完鲜味就没了。这种水准的极佳粥，一旦配上 A 级的水晶虾饺，绝对会被虾饺抢去所有风头。看来还是得在融味上多下功夫。不行，极胶粥的鲜味太单薄了，虾饺一压，极胶粥的香气完全品不出来，根本匹配不上。大叔，小宋师傅，看见没？32斤的汉鱼。这鱼咋钓上来的？我昨天下午拿麻油银丝卷打窝，鱼库库往我这儿围啊，我直接掰了一块银丝卷挂钩上，甩水里就上钩了。皮卡车里还有6条10几斤的草鱼和鲈鱼呢。拿麻油银丝卷打窝。鲜活草鱼品质极佳。兄弟，你车里那些鱼卖不卖？我正需要新鲜的活鱼，小宋师傅要用，谈什么钱？车里那6条10几斤的草鱼、鲈鱼，我全送你。嚯，这鱼也太大了吧，得有30斤。小周，真让你用点心打窝给钓上来了。那可不，麻油银丝卷香味飘出去，鱼跟疯了一样凑过来。小宋师傅，这几条鱼你尽管拿去用。够了够了，周哥多谢了。小宋师傅，你拿着新鲜活鱼，是不是要准备做什么新菜啊？我早说宋记没有粥，吃起来太干巴了。豆浆那玩意儿差点意思，那一会儿是不是就能尝尝了？小宋师傅，我们可都是老食客了，你练习做出来的粥总不能不给我们尝吧？一开始肯定做的没那么好，大爷你们别嫌弃就行。怎么会？小宋师傅，你做的点心哪样不是越做越好？这粥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我们这叫参与你成长的历史。就是，谁要是不喜欢都给我，我全包了。小宋师傅，你要是练习熬粥，是不是得多要一些鱼？要不我也给你调些送来。不用不用，周哥这几条够我用好几天了。熬粥跟做点心不一样，鱼片粥用不了整条鱼。我可以提供啊，我家就卖水产的，那能一样吗？菜市场的鱼都是养殖的，哪有野生的鲜？就这么说定了，用我们钓的鱼。就是，刚好我们闲着没事儿。行，那就麻烦大爷们了，我先去煮粥。鱼片粥 B 加级。鱼片极其嫩滑，米香与鱼鲜完全融在一起，
一口银丝卷配一口鱼片粥，鲜甜和麻油香互相成就，太对了。但 B 加级的粥配 A 加级的银丝卷，回甘还是差了一点。哥，你在偷吃什么？我闻见粥味了，还有鱼。鱼片粥刚熬的。烫，好喝。哥，这个真鲜，比咱妈熬的好喝多了。我给大爷们送去。来了，快放下。嚯，真香，就等这一口呢。好喝，鱼片一抿就化，鲜味和银丝卷的麻油香配一块，绝了。不行，我下次去白河店打窝，不仅拿银丝卷，还要配上鱼片粥一起扔下去。你拿鱼片粥给鱼打窝？小周，你那是钓鱼还是下鱼呢？先给水底下的鱼展示一下他们前辈的下场。就是，鱼凑过来一看，嚯，这不我二大爷吗？这样能钓到鱼，算不算诛他们九族？可恶，又出了新品，我竟然又不知道。姐，那些大爷喝的那碗粥多少钱啊？我也想喝。那个啊，是我儿子早上练手熬的，还没上菜单呢。那还有吗？姐，你人最好啦，给我也来一份嘛。儿子，你那鱼片粥还有吗？没了，片鱼浪费了些，就够大爷们分的。这样，下次再做，我专门给你留一碗。真的，亲姐你真好，我以后一定天天来刷脸。姐，一笼水晶虾饺，2个银丝卷，再来一杯茉莉花茶。熬粥不怎么费力，只用泡米等它稠。我可以2口砂锅一起熬。爸，后厨还有熬粥的砂锅没？我想同时熬2锅练手。没了，不过之前卖乔具的老板留了电话，说店里要添置什么可以免费配送。走，钓鱼去。那咱要不也买点麻油银丝卷过去打窝？值得参考。去哪儿钓啊？咱附近这河又没大鱼。北郊有个乐丰垂钓园，有草鱼、鲈鱼，1人300，钓4个钟头。那我负责开车，我回家拿备用钓竿，我去买麻油银丝卷儿。大爷们，这位置水深鱼多，前天有人在这儿钓起过20斤的草鱼。行，就这儿了。打窝，先用5个试试。拿白面花卷打窝，纯搞笑吧？我这可是500一袋的进口鱼王窝料，看我不把鱼全钓光！等会儿看你们空军怎么向我求教。怎么可能？我花大价钱引来的鱼呢？怎么全跑了？有了，我的漂沉下去了！老曹怎么办？提，使劲提！不小，稳住，别硬拽。右他，拉住了，真有大鱼啊！你真会长，有才怪大鱼！老曹，这鱼咋样？能做鱼片粥不？白鳞腥味重，刺多，做粥不行，直接放了。放了？我好不容易钓上来的。反正我是不吃白鲢，土腥味去不掉。等会儿我们都拎着草鱼找小宋师傅，就你一个人提条白鲢。嘿嘿，放就放。8、9斤的白鲢直接放了，不要你们倒卖给老板也行啊，好歹值50块，能回了1/6的本啊！我就不信了，我的名牌进口鱼王窝料，连几个面花转都比不过。等我的窝料散开，鱼一定会回来的。又有了，这次是我的竿儿。嚯，10斤出头的鲈鱼，这刺少肉嫩，最适合做鱼片粥。行，就留着这几条。10斤的鲈鱼又钓上来了，我的漂为什么还不动？水底下的泡泡怎么老是往大爷那边跑啊？
操，不就是花卷吗？打不过我特么就加入，跑妥的，立刻去给我买花卷。哟，买这么多花卷自己吃啊？准备下午继续战斗？哪能打窝的？老钱，你别嫌弃我，下午把你这儿的鱼钓光就行。我去，大爷们厉害呀！这钓了得有上百斤吧？新手保护期而已，老钱你别急，等会儿大鱼都会被我尽收囊中。打窝不能直接撒水里，像大爷们一样用网兜装好丢下去。鱼只能闻味吃不着，这叫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成，你今天敞开了钓，我绝不心疼。要等普通花卷泡开。中鱼了！有了有了，老李快下抄网。这鱼还行，适合熬粥。小苏，你这歪门邪道，原来是跟旁边那几位大爷现学的。味儿散完了，赶紧换新麻油银丝卷。老柳，你不要脸，把网袋故意往你那儿丢是吧？我这一上午上鱼最少，偏心我点怎么了？我操！还得用我操！受打击了，我用500一袋的鱼王窝料，效果还不如老大爷用花卷。我不信，绝对是新手保护期。不晓得，你问问旁边大爷呗。我有点社恐，不敢问。别急，半小时后我到，我来问。就在进水口那儿啊，你往里走，人最多的地方就是。曾经有一份绝世打窝攻略摆在我面前，我居然为了面子没有珍惜。小宋师傅是谁？银丝卷到底在哪里有卖啊？就越往水来，哎呀，越反拓哉呀！大爷们，这鱼也太多了，我真吃不消啊！吃不消也得吃，我们这是参与小宋师傅的成长历史。就是，这粥你放心做，坏了我们也不嫌弃。感觉被大爷们强行拉着加班了啊！这20多条10几斤的大鱼，今天做梦估计都是鱼片粥了。爸妈，快点儿！今晚吃烤全羊，我终于等到了。庆祝咱们家小小明天开学归校，摆脱人嫌狗气模式。对对对，终于要开学了。刀工很硬，对羊骨结构了如指掌，顺着缝隙切肉，水平不比王瑞差。烤全羊 B 级，难怪生意火爆，自助餐里居然有 B 级水准的烤全羊，分量与味道都在线。不错，有点东西。哥，这烤全羊好好吃，都快赶上你做的荷花酥了。别瞎说，荷花酥和烤全羊能一样吗？调配适合大众的料碟，调味熟练度加15；调配适合秦方口味的料碟，调味熟练度加30；调配适合宋建业口味的料碟，调味熟练度加45。兄弟调味不错啊，认识一下，我叫阳光，红案厨师；宋燕，白案厨师。听你妹刚才的话，我就猜你也是做白案的。过段时间江市的青年厨艺争霸赛，你参加吗？你也是参赛选手？有前辈给我打过电话。
刚才的烤肉我没参与，前期烤肉不算真实水平。等明天，我直接带只羊去你店里，现烤一只给你尝尝。真不用，兄弟，我妹那话是带着滤镜的。比我小几岁还能得到吃货老白的夸奖，你应该张狂点儿。我提前来江市，就是听了老白叔的话，想来会你这个白岸新希望。老白叔？对，他说你做的麻油银丝卷比他吃过的任何一家都好。刚才看你调酱的手艺，每一碟测错点都不同，我就知道肯定是你。明天我一定带羊去你店里。兄弟真不用，我家是开早餐店的，你带只羊上门，咱们也没地方烤啊。哥调的酱就是好吃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刚才那个是熟人，刚认识的，就是那个烤全羊的师傅阳光，刀工不错。明天下午他打算带只羊和烤架来咱们店，现场烤一只，交流厨艺。什么？现场烤羊？明天下午几点啊？我们5点半才放学，能不能等我啊？这得看人家的意思，不过你放心，绝对不会给你留一口的。哥，你36度的嘴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？我还是不是你亲妹妹了？行了，你哥逗你玩的，多吃点儿，明天吃不上，今天就当提前补偿了。大佬终于醒了，昨天用银丝卷钓了32斤大韩鱼，那个找了1天了。膜拜先帝大佬，就是你把地址给我，我把我家地址给你，你嫂子一个人在家。哦，你们找的打窝神器全名叫麻油银丝卷，这配方确实是我给推荐的。烤鸭。大哥糊涂啊！女人只会影响我钓鱼的快感，但这海钓竿儿……不过你们居然转移话题，不夸我了。这是昨晚的渔获，30多斤的汉鱼，还有好多草鱼。打窝用的是麻油银丝卷，再给你们看今早在宋记喝的鱼片粥，那叫一个鲜，配着吃绝了。这鱼片粥看得我都饿了。宋记在哪儿？我要去。草鱼切这么薄，老头们抢着钓鱼，就是为这一口。小宋师傅今早练手熬的，还没上菜单，想吃就快点去。你干嘛去？去宋记买花卷打窝。大晚上买什么花卷儿？不想交作业就直说。不一样，能钓32斤大鱼的绝世神卷儿。建设力堵了，我卡住了。我也在建设路上，你们该不会都是去宋记的吧？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关门了！我真傻，我怎么忘了？它只是一家早餐店啊！妈，外面那10几辆车是怎么回事？我和你爸4点来的时候就停那儿了，我也纳闷呢。看贴纸是钓鱼佬，估计是组团夜钓累了，停咱店门口补觉等开门呢。夜钓完跑这等开门，手头要紧。今天换鲈鱼做鱼片粥试试。天哪，这阵仗是来收保护费的吗？要不要报警？老板，麻油银丝卷我要50个，有鱼片粥没有？有的话给我来5碗。我也要50个，我要60个，30个银丝卷，3碗鱼片粥。嚯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黑社会抢劫啊！大爷误会了，我们都是买麻油银丝卷打窝的。买东西不知道排队啊，一点规矩都没有，把人家小秦都吓着了，全都给我后面排队去。那个老板，我要50个麻油银丝卷，5碗鱼片粥。停！你这小年轻怎么回事？一个人点这么多，让别人怎么吃？就是，怎么这么自私，一点都不知道尊老爱幼。去！麻油银丝卷每人最多买10个，别把小宋师傅累着了。大爷，我们不知道规矩，我们听群友说用这银丝卷打窝，昨天钓了32斤汉鱼，才连夜赶来的。
好小子，这是你带出来的兵是吧？要把宋记的包子买空，饿死我们这帮大爷！柳大爷，我就是分享了一下，谁知来这么多人。对，大伙儿自觉排队。早餐店供货有限，即日起麻油银丝卷每人限购10个。如果想要多买，下午店里没卖完的可以随时来。那我要10个银丝卷，1碗鱼片粥。这银丝居然拉得比牙签还细，难怪钓得着大鱼。太好吃了！拿这玩意儿打窝简直是考验人性。我真傻，这么好的粥，我居然像水一样灌了下去，简直是暴殄天物啊！一口银丝卷，一口粥，神仙日子也不换啊！